5年前，我被作为和亲的筹码送到了北燕，从此开始了一场噩梦。他看我的第一眼，我就知道他疯了。谁敢觊觎本王的女人？死！那个男人，燕恒，北燕最尊贵的太子，所有人眼中杀伐果断的修罗。他会为了我一句想吃糖葫芦，涂了半条街，只为了找到最甜的那一串。他会因为我被别国使臣多看了一眼，第2天就把那使臣的头颅挂在城门上。他会在我被欺负之后，血洗千里，颠覆江山，只为让我亲手报仇。5年后，我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折磨，逃回了大梁。没想到等待我的不是团圆，而是一座青楼，一场生不如死的炼狱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疯子很快就要来了，这一次不会再逃了。苏清雪，你疯了！这是哪里？妹妹，既然你这么想要男人，姐姐就成全你。这里是大梁最大的青楼，保准能让你满意。青楼？你既然在北燕待了5年，为何还要回来？你死了，我就是大梁唯一的公主。贱人，谁让你回来的？父皇母后本来准备赐我封号，可你回来，这一切就变了。苏清如，你怎么没死在北燕？我在北燕为治5年，父皇母后不过补偿我一点财物，有什么不妥？你身为公主，去北燕为质本来就是你应尽的责任。我跟林一之本来下月就要成婚，若不是你狐媚勾引，他又怎会长跪宫门请求娶你为妻？苏清雪，你以为我在乎林一之？我在北燕5年，早就看透了。你现在放了我，我绝不追究，否则父皇母后绝不会饶了你。他们才舍不得罚我呢，要不然当初去北燕为质的人也不会是你了。妹妹，当年你就斗不过我，现在也一样。你就安心的在这里待上1个月，等到你声名狼藉，我看林一之还会不会娶你。我出使北燕有功，你敢这么对我，就不怕父皇知道吗？那又如何？我就说你生性风流，自甘堕落，跑去与野男人鬼混了。为了皇室的面子，他们不会张扬这件事。好好招待一下这个贱人，我要他尝尽男人的滋味。哎呦，这脸，这身材，不出1个月，我就能让全大梁的男人为你倾倒。待他好好收拾一下，今晚就上牌子拍卖。我不做这种事，我既非奴仆，也不是自愿卖身来此。你们这样做是违法的。都到这里了，还谈什么法律？来人，好好教育教育他，记得别伤了脸。来了这里还想离开？做梦吧！这个剑上的花纹是燕恒手下暗卫特有的标识。北燕太子燕恒的老巢怎么会在大梁的青楼里？这纹路是我在北燕亲手设计送给燕寒的，怎么会出现在大梁的青楼里？这里是燕寒的暗卫据点。你们是北燕的暗卫，太子燕寒的手下。哟，竟然还能认出我们哥几个的身份，有点实力。要是放在外面，高低得解决了你。但可惜了，进了这青楼，还不是任由我们玩弄。我是燕恒的人，你们快放了我！这事要是被燕恒知道，他绝对要找你们麻烦的。
你，也敢染指我们太子？谁不知道太子爱的是他府上的青荣姑娘，可不是什么大梁青楼里的低贱货色。我就是那个青荣姑娘。大哥，她明明叫白青竹，青荣姑娘可是太子的心尖宠，怎么可能是个大梁人？听见没有？还敢冒充太子的女人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我真的没骗你们，我就是青荣。那册子上是胡乱登记的名字，不信你们带我去见燕环，他此刻应该就在京城。我身上还有他给的定情信物，上面刻着一个荣字，你们看了就明白了。大哥，还真有块玉佩。定情信物，就凭你这青楼贱货，也配拿太子的东西？你是偷来的！给我打！打到他认清自己的身份为止！呸！死到临头还想骗我？都进了咱们这大梁最大的青楼，居然还不老实？你还真以为你是那高高在上的大梁公主吗？就是，到了这儿，别管以前是谁家的金枝玉叶，都得给老子乖乖躺下接壳。把事情上报给燕恒，他若是收到消息，一定会亲自来接我的。给我老实点儿！要不是把你送来那个女人特意交代了不能动你的身子，老子还真想现在就亲自尝尝滋味。姐姐，苏清雪，你竟如此狠毒，连我的清白都要毁去。给燕恒写信，叫燕恒来见我。现在通知燕恒，便是大功一件。若执意为难于我，等他知晓，你们绝对是死路一条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还敢直呼咱们主子的名讳？太子殿下这次亲自出使大梁，可是为了求娶大梁最尊贵的嫡公主，哪有闲工夫来见你这贱货？你该不会真把自己当成大梁皇帝了吧？燕恒，你若是知道，你心心念念要求娶的嫡公主，此刻正被你的手下踩在脚下，你会如何？都杵在那干什么？给我打，留口气就行。所有人立刻到前厅集合，主子来巡视了。算你运气好，给老子闭紧嘴巴！要是敢出声，老子回来活剥了你的皮！主子巡视，燕环，是你来了吗？我苏清然发誓，今日之辱，必让你们千百倍奉还。这是个机会，外头一定来了大人物，我必须逃出去引起注意。你们在里面磨叽什么呢？主人一会儿过来巡视，赶快把人处理好。是，马上处理干净。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一群废物！太子殿下马上就到，可千万别出岔子。太子，燕恒来大梁，他竟然就在外面。殿下，快抓住他，别让他惊扰了殿。是追风，那是我和燕恒在北燕时亲手养大的宝马，他视若珍宝，从不借给旁人。真的是他。什么声音？许是老鼠的声音吧？太子殿下，您请这边走，厢房内准备了上好的茶宴，还为您准备了楼里最大的特色。贱人，差点坏了老子的好事！是啊，大哥，必须得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这里的规矩。吵什么吵？太子殿下喝完茶就要到院子里接见我们，要是耽误了时间，你们想受罚吗？等回来，我们再好好折磨他。燕恒就在这里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。
恒，他竟然在这里，这是我唯一活命的机会。那屋子里是什么？回禀主人，是个卖身的女子，因为违反了楼里的规矩，性子太烈，被关了几日反省。那还不赶紧去处理了，省得到处惹是非。是。有完没完？从听到主人要来就开始闹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干坏老子好事儿，让老子被主人训斥。你觉得你有9条命吗？等主人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记住了，在这楼里，老子就是你的天。不能关，关上就是死路一条，拼了！放肆！你怎么衣衫不整的？就算你想攀高枝去见主上，也不能这样吧？找死吗？燕恒，燕恒就在前面，那是我的燕恒。把他带下去，别脏了这里的地。是，主上。燕恒，不要走，我是青柔，你回头看看我，你看看我呀！跑？你还想跑？我让你跑！你个不知死活的贱人，竟敢让老子在太子殿下面前丢脸，差点坏了老子的好事！今天我非弄死你不可！来了这里还想出去？实话告诉你，但凡是被公主送进来的女人，没一个能活着走出这青楼的。狗奴才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死丫头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。上个月被送来的礼部尚书家的千金，那女人刚来时跟你一样，磕喊着要让自己家里来赎人，现在还不是在楼里乖乖接客，伺候男人们伺候的可欢了。苏清雪，你竟如此歹毒，害了这么多无辜女子，我若能活着出去，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上个月被送来的吏部侍郎家的嫡女，那女人倒是有点气节，宁死不屈。可结果呢，被打断了4肢，刮糊了脸，裸着身子扔到大街上去了，那惨状，谁让你们不长眼睛，非要去勾搭灵异之那个小白脸，惹了长公主，就是这个下场。林一之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这些蠢货，被苏清雪当枪使还不自知。你们背后的人若知道你们干的好事，定会扒了你们的皮。还敢顶嘴？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！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清楚那是什么！
一块破石头而已，还想拿来唬人？你们敢摔碎他的信物，你们死定了！妈的，一个臭婊子也敢威胁老子！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留口气接客就行。里面在干什么？回主上，应该是元彪在教训新来的不听话的雏儿。蓉儿的玉佩怎么会在这里？上面的血。哼，又是谁打扰老子？主上，这东西的主人在哪儿？主上，这估计是楼里哪个姑娘不小心掉落的，您别脏了手。我再问一遍，东西的主人在哪儿？主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楼里那么多姑娘，我哪认得全啊？也许是恩客不小心留下的呢。我把这风月楼交给你们打理，你们却连这玉佩的主人何时出现在楼中都不知道，难不成本王选了一群废物？刚才隔间里那女人是谁？回主上，是大梁一个九品小官的女儿，名叫白青竹，因为在宴会上被林一之多看了一眼，就被苏清雪送进了这里。是吗？啊！烟河，是我，你看看我，我是苏清然啊！脏了本王的眼。他没认出我来，也是，我现在这副样子，哪里还有大梁嫡公主的半分尊严？主上，那女人就在这里。主上，那女人是大梁的探子，一眼就认出了我们的身份。她还声称自己是您的女人，要您亲自来见她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主上息怒，属下已经教训过她了。你在何处得到的这枚玉佩？烟河，是我呀，你看清楚，是我。刺绣是我府中的书案。青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大梁怎么能这么对你？属下不知。给我拖下去！青蓉，你终于醒了。早知道我还不如让你留在我身边，何苦来这个大梁受罪？先别起身，医师说你要好好休息几天才能下床。我的嗓子……幸亏救治及时，休养3天即可恢复。青蓉，害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主上饶命啊！我们真不知道这就是柔姑娘。主上饶命啊！我们真不知道这就是柔姑娘。若是知道，借我们100个胆子，我们也不敢啊！柔姑娘，我们永远不识泰山，求您大发慈悲，放我们一马吧！阿荣，你说将他们剁碎了喂狗，如何？主上饶命！
我们真的不知道她是荣姑娘啊，都是苏清雪指使干的，是苏清雪将她卖到这里的。青荣身上的伤，就是你打的。主上饶命！主上，拖下去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大梁？阿荣，你走后没几天，父皇便准许我带着使团前往大梁，向你父皇请求娶你为妻。使团还在路上，我心急，便提前几天来了大梁见你。阿荣，这一次我要正大光明的娶你回去。那这家青楼是怎么回事？这青楼是你的未婚夫林一之送给我的。林一之，这青楼里送来的女子，有不少是因为被林一之多看了一眼，得罪了长公主苏清雪，才被送到这里来的。阿荣，你不会还惦记着林一之那个废物吧？怎么会？林一之不过是儿时的憧憬，而你，才是我未来的归宿。燕恒，我等着你娶我回去。青荣，苏清雪那里，你想怎么做？这便是从北燕回来的青荣公主，竟生得如此倾城之貌。是啊，在敌国为世5年，不仅没被折磨垮，反而多了一丝凛然之气。姐姐想说些什么，不如直接一些。姐姐的意思是，你在北央多年受尽欺辱，导致身体不好，做姐姐的自然心疼。我从未如此说过，妹妹怎可这般想我？可还是记恨当年出使为质的事情。好了，过去的事就过去了，都是一家人，以后要好好相处，莫要再提。苏清荣，你回来了又怎样？不还是斗不过我？你记住，林一之是我的。在北燕为质5年，谁知道都经历过什么下贱事？我看哪个男人敢娶你这残花败柳？那你就管好他，像条狗一样拴紧点，别让他来烦我。启禀陛下，北燕使团到了。快请进来。燕恒见过大梁陛下。陛下，外quân此次出使大梁，只为一件事。哦，不知汝有何要事？求娶大梁的公主为妻，缔结两国秦晋之好。不知你想娶的是我国哪位公主？外臣自然是想娶。陛下，微臣以为清雪公主与北燕太子殿下年龄相仿，且尚未出嫁，是此次和亲的最佳选择。陛下，几年不见，她的演技倒是越发娴熟了。陛下，两位公主都是天仙之姿，只是臣以为青荣公主已经出使过北燕5年，与我北燕有功，好不容易回到了古国，只待了不到1月就匆匆送回去，怕是有些不妥。而清雪公主娇养在宫中多年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是此次和亲的不二人选。林公子怎知我想要的不是青荣公主？莫非林公子想自己留着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。父皇，儿臣不愿嫁给燕恒，儿臣……公主当年不是说能出使北燕为大梁尽力是公主的职责吗？当年你妹妹比你小上3岁，尚且如此勇敢，怎么如今到了自己身上就不想履行这份职责了呢？陛下，我想以我朝太子正妃之礼，聘苏清荣为妻。陛下，陛下曾承诺过将清荣许配给我做妻子，如今清荣终于从北燕归来，还请陛下为我与清荣赐婚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父皇、母后，儿臣愿意嫁给燕婚，以全两国之好。清荣，你是我的未婚妻。林公子，童言无忌，别当真啊！既然你们两人两情相悦，朕也愿意成就一番姻缘。燕恒，往后你可要好好待朕的女儿。
蓉儿，你这一去，母后真是舍不得呀。陛下，臣的女儿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清雪公主，被公主送去了青楼，受尽欺辱。求陛下为我们做主，放我们女儿回家吧。爱卿莫不是在说笑？清雪怎会做出此等事情？臣亦希望如此，只是臣的女儿至今还在青楼里受罪，不知小女究竟哪里得罪了清雪公主，能让公主下此狠手？求清雪公主高抬贵手，放过我的女儿吧。臣的女儿被公主送进青楼，刮花了脸，打断了四肢，赤裸着扔到了大街上啊！臣想为女儿讨个公道，求陛下明察。父皇，儿臣绝对没有干过此事，儿臣不知为何两位大人要污蔑儿臣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我们几家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如此的害我们？公主，我们陛下为我们做主，你为何要如此的害我们？求陛下严惩毒妇。那是我的婉儿，婉儿，你不是失踪了吗？女儿啊，你怎么会被折磨成这副模样？父皇母后，儿臣回国不过区区1月，就被我这位好姐姐假借去城外打猎的名义迷晕绑架，直接送去了京城最大的青楼。儿臣在青楼里九死一生，侥幸逃生之时，顺手解救了地下暗室里的这些女子。细细盘问之下才知道，皇城根下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恶行发生。姐姐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为何那日出城，你要将你的亲生妹妹送去那种阿杂之地？我才刚回家不到1月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雪儿，你妹妹说的可是真的？父皇母后，儿臣冤枉啊！儿臣从未做过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那日带妹妹出城玩耍，明明是妹妹自己主动提出要去皇家别院小住，清雪根本不知道妹妹遭遇了什么，又怎会把她送去青楼？妹妹，清雪不知做错了什么，你要拉着这些外人串通起来陷害我。难道你还在记恨当年替我去北燕为质的事？可是妹妹，为大梁分忧，这本就是我们身为大梁公主的职责，你怎能为了泄私愤，毁坏我的名节？蓉儿，你们姐妹之间可是有什么误会？雪儿一直长在我的身边，秉性纯良，绝不会做这样恶毒的事情的。秉性纯良，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当初是我央求你父皇将去北燕为质的人选改成了你，这5年确实是我们做父母的亏欠了你，可你怎么能一回来就陷害你的亲姐姐？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就算你找来这些人证又如何？父皇母后永远只会向着我。大梁的皇后娘娘真是让外臣大开眼界，铁证如山摆在眼前，竟然还能凭空倒打一耙。你们大梁护不住自己的嫡长公主，外臣来护，外臣倒要看看，今日谁敢委屈了外臣未来的太子妃。求陛下为老臣做主，我那可怜的女儿啊！清雪，此事当真与你有关？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绝未做过这等丧尽天良之事。妹妹，姐姐究竟哪里对不起你？你为何要找这些人来陷害我？青蓉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你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搅得天翻地覆才甘心？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她依然毫不犹豫地站在苏清雪那边。母后说笑了，当初的事儿我不怪任何人，只是这事儿总归得有个交代，不然会寒了满朝文武的心。姐姐是说，我回国不到1月，就把大臣们的女儿送进青楼，然后再把他们救出来污蔑你。妹妹虽远在北燕，可有北燕太子相助，手眼通天，未必没有这个可能。长公主说笑了，陛下，外臣相信蓉儿性子最是良善，断不会做污蔑别人之事。若是有人敢往她身上泼脏水，外臣绝不答应。贵使息怒，此事定有误会。既然姐姐不见棺材不掉泪，那就把最后的证人带上来。陛下饶命！
老奴真的不知道这些女子的来历，全是清雪公主将她们秘密送到青楼里的。这是公主的私印，老奴不敢撒谎。你这贱妇血口喷人，是不是苏清荣给了你钱让你来污蔑我？陛下，定是这奸人污蔑雪儿，快来人，把这奸人拖出去斩了！母后何必如此急躁？不如听听这些女子怎么说。臣女是礼部尚书嫡女，只因上个月在赏花宴上与林大人对了一首诗，清雪公主便将臣女送进青楼，亲手打肿了我的脸，逼迫我接客。臣女是将军府庶女，去年上山途中遇难，幸得林公子搭救。1月后，苏清雪便把我送进青楼，亲自刮花了我的脸。臣女是乐府舞女，只因宴会上得林公子一句夸奖，公主便把我送进去，逼迫我在宫人面前跳舞取乐。我在青楼已有2年，父皇，不是我，他们撒谎，这是苏清人买通了他们，他要害我。这是暗楼老鸨的亲笔供词，还有你这几年人口买卖的资金流水，上面盖着你的私印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想狡辩？逆女，立即褫夺公主封号，贬为庶人，押入天牢。陛下，这毕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谁敢碰我？我是大梁的长公主！父皇，你救救我！陛下，雪儿她年纪小不懂事，只是一时糊涂啊，求您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饶她一次吧。母后，她今年21岁，比我还大2岁，年纪小，不懂事。蓉儿，她是你亲姐姐啊，你们是一母同胞。一母同胞？母后，当年你送我去北燕为质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一母同胞？我在北燕5年，你可曾寄过一封家书？父皇，儿臣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这些受害的官家千金，求父皇为他们主持公道，恢复名节，给予抚恤。至于幕后主使，按律法处置便是。苏清荣，你这个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以为燕行是真的喜欢你吗？他只利用你。再敢多说一个字，外臣让你生不如死。清雪，你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！将罪人苏清雪押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退宴。退宴。我是公主，那些女子怎么与我相提并论？父皇为了那些贱人处置女儿，可曾顾念着亲情？你这个孽障！是我做的，那又怎样？谁让他们不长眼睛，一个个都往琳琅身边凑？我不过是给他们一些教训罢了。清雪公主与我定下过婚约的人是清荣公主，哪又怎样？清荣不喜欢你，她要嫁的是北燕太子，而你是我的。臣心中爱的一直是清荣，即便不能娶她为妻，也希望她此生幸福。为什么？为是你？你怎么不死在北燕？你疯了！你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！男人，把这个疯子拿下！雪儿啊，你糊涂呀！多行不义必自毙，苏清雪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你去死吧！雪儿，我的雪儿啊！作孽，作孽呀！都结束了，蓉儿。是啊，都结束了。清荣公主，请留步。你是林府的管家，还有何事？这是公子这些年攒下的所有家当，当年的事并非公子的本意啊，是皇后娘娘以她母亲的性命要挟他，他才不得不。不管他有什么苦衷，背叛就是背叛，迟来的申请比草都贱。公子这么多年心里想的一直是您啊，他在之前有交代过，这些首饰便全当为您添一箱嫁妆吧，求公主收下，让公子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。收下吧。烧纸告诉他，我不恨他了，但也永远不会原谅他。从此山高水长，无论生死都不复相见。
怎么收了前未婚夫的嫁妆，心里不痛快了？白送的钱为什么不要？就当是这些年对我的精神损失费了。陛下，京城密报。老头子快不行了。看来有人等不及要篡位了。二皇子和淑贵妃那对母子早就按耐不住了，这一路上恐怕不太平。殿下怕了？怕？我燕环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。青荣，跟我回北燕，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皇后？皇后？当然不止。我想做的，从来都不是谁的皇后。哦，那你想做什么？我要做北燕第1任女皇。好，不愧是我燕皇看上的女人。既然你想做女皇，那我就把这北燕的江山打下来送给你。还是这里的食物合你胃口5年为质子，大梁的米面虽精细，却早已让我觉得难以下咽。5年时间，足以让肠胃认了这北地作为故乡。退下。是，殿下。京城那边暗网传来了确切的消息。可是父皇的龙体抱恙，父皇的风寒并非天灾，而是人祸。有人在安神汤里做了手脚，太医院的院证早就被淑贵妃收买了。淑贵妃，二皇子的生母，母族手握东京30万兵权，素来是燕皇这太子之位最有力的觊觎者。看来夺嫡之争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。情况如何？可有性命之忧？发现的早，暗线已经把毒药换成了普通的致虚之物，暂无大碍。但父皇毕竟年事已高，此番受惊折腾，难免伤及根本。那老东西和二弟动手比我想象的还要快，他们是怕我带着大梁的势力风光回朝，彻底稳固储君之位。既然京城局势有变，我们是否需要立刻轻车简从，日夜兼程赶回京城主持大局？不，我要将计就计。将计就计？二弟既然想让我因忧心父皇方寸大乱，或者因贪恋美色延误归期，我便顺水推舟，给他这个自以为是的机会。你要故意慢行回京，以此来引蛇出洞？我还要让他觉得我身边带了一个致命的软肋，形势难免掣肘，必定破绽百出。你口中的这个软肋，指的便是我。你想让我扮作你的弱点，去诱敌深入？不，阿荣，你从不是任何人的弱点，更不是我的弱点。但在外人看来，大梁最尊贵的嫡公主，我燕环冲冠一怒为红颜求娶回来的未来太子妃，足以让我英雄气短，分心他顾。信我，我会布好一切天罗地网，无论是死士还是暗杀，绝不会真让你涉险半分。我信你，但燕恒，你也莫要小瞧了我。这场引蛇出洞的戏，我陪你演到底。可若那些不长眼的刺客真敢将刀递到我面前，我亦懂得如何将那把刀夺过来，反刺进他们的心脏。不愧是我燕寒看中的女人。今日收到的密报，二哥在朝上提议边关不稳，太子当宿归坐镇。另几位老臣则说，太子既携未来太子妃同返，按理应从容些，以免惊了贵人。你那位二哥倒是心急。他自然急，父皇虽无大碍，但经此一下，精神大不如前，他怕夜长梦多。你布置的如何？钉子埋下去了，只等他忍不住，伸手来拔。阿荣，怕吗？怕。北燕的刀光剑影，未必比大梁的胭脂陷阱更可怕。等我清理干净，给你一个真正的家。家，在大梁，我从未真正觉得那是家，而北燕的东宫，又会如何？好。
这是极北之地特有的雪狐皮，质地最是柔软保暖。殿下，前面发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，盯着他们，别打草惊蛇。是。前面有家北燕风味的酒楼，我们去尝尝。好啊，刚好有些饿了。抱歉。属下有刺客！拦住他们，死活不论！燕航，你受伤了！无碍，抓紧我！阿柔，跟紧我，半步都别离开！拿命来！追风，来得好！他的心跳好稳，没有任何慌乱。这是千百次生死边缘磨砺出的无畏，生生在黑衣人中撞开一条血浪。你的伤。皮外伤，不碍事。我来。阿荣心疼了。太子殿下若死了，我拿什么去争这北燕的皇位？殿下的命现在是我的，不许糟蹋。好，姑这条命以后只有你做主。12皇子的人，他竟敢在离京城这么近的地方动手。他们意在阻我归庭，或者说是试探我的虚实，并非真觉得能在今夜取我性命。经此一事，回京之后，许多事便不必在暗里徐徐图之了。既然他们撕破了脸，那我们便将这北燕的朝堂彻底掀翻。阿荣，抓紧我，我们回家。坐。属于我的战场终于到了，这北燕的天下，我苏清柔要定了。太子殿下，您怎么深夜回京？父皇病重，本宫岂能在外耽搁？速开城门！这就是燕环的天下，5年为治，我从未真正踏入过这座皇城。如今我来了。先去东宫，明日我带你去见父皇。好。殿下，您终于回来了。陛下他……我知道了。宫里情况如何？淑贵妃把持着后宫，二殿下这几日频繁出入御书房，还调了不少亲信入宫值守。动作倒是快。这是未来的太子妃，大梁的清荣公主。从今日起，东宫上下见她如见我。是，参见公主殿下。起来吧，我不喜繁文缛节，只需尽忠职守即可。委屈你了，本该以最隆重的礼仪迎你入京，如今却只能这般简陋。简陋？这东宫的寝殿比我大梁皇宫的凤仪宫还要奢华。燕恒，那里的灯火有一盏迟早是我的。何止一盏？这北燕的万里江山，每一寸都该有你苏清言的名字。明日进宫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淑贵妃必定会设宴接风，届时她会用各种方式试探你、羞辱你，逼你露出破绽。试探、羞辱？我在北燕为治5年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我知道，但这次不同。这次，
你是以我燕恒未婚妻的身份踏入，谁敢动你，我便让谁。陛下，您要保重龙体啊！太子殿下已经回京，您该放心了。恒儿回来了，怎么不早说？回陛下，太子殿下昨夜刚回，此刻正在殿外候见。快让他进来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儿臣来迟，让父皇受惊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听说你还带回了大梁的公主？是，青荣公主此刻正在殿外，儿臣想请父皇见她一面。太子殿下刚回京，就急着让陛下见外人，是不是太迫切了些？青如公主是儿臣明媒正聘的未来太子妃，如何算外人？无妨，让那公主进来吧。大梁青荣参见北燕陛下。果然名不虚传。来人，赐座。听闻青荣公主在大梁经历了不小的风波，连自己的亲姐姐都……贵妃娘娘消息倒是灵通，不过家丑不可外扬，妾身不便多谈。听闻公主在北燕为治5年，对北燕的风土人情应该很熟悉了吧？二殿下说的是，5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看清很多东西，比如谁是朋友，谁是敌人。二弟，青荣公主的聪慧，你以后会慢慢见识到的。好了，都少说2句。恒儿，既然公主已经来了，就择个吉日把婚事办了吧。陛下，太子大婚是国之大事，怎能如此仓促？贵妃娘娘是觉得本宫的婚事需要你来定夺。你个苏清冷，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御书房公然顶撞本宫！母妃何必动怒？不过是个质子出身的小国公主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你懂什么？你没看到你父皇看她的眼神吗？还有燕恒，他对那个女人的维护明显不一般。这个女人比我们想象的要极深，她在北燕5年，对这里太熟悉了。若是她真的嫁给了燕恒，那就让她嫁不成。你有办法？她在大梁不是差点被亲姐姐毁了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？你是说，在大婚之前找个机会让她身败名裂，到时候别说太子妃，她连在这北燕立足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件事要做得干净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母妃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淑贵妃那边有动静了，果然按耐不住了。他们打算在你我大婚之前对你下手，具体计划还在探查中。让我猜猜，无非是下药、绑架、毁我清白，这些招数苏清轩已经用过了。我不会让他们碰你一根汗毛。我不怕他们动手，我怕的是他们不动手。他们若不动手，我们怎么有理由将他们连根拔起？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，给他们一个机会，让他们以为得手了，然后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这个计划太危险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燕恒，我不是温室里的花朵，这5年我学会的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反杀敌人。好，但你要答应我，一旦有危险，立刻发信号，我会亲自带人赶到。放心，我不会让自己有事。那就是大梁的公主，果然姿色倾城，难怪太子殿下非她不娶。青荣公主可会骑马？不如随本殿去猎场深处转转。二殿下好意，本宫还是习惯与太子殿下同行。公主这是不给本殿面子。二弟，青如是本宫的未婚妻，自然由本宫陪同。你若想狩猎，大可以自己去。他今天一定会动手。我已经布置好了，你只需按计划行事。公主殿下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是谁的人？二殿下还是淑贵妃？公主不必多问，乖乖配合，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。你们确定就凭你们几个能抓得住我？
我说过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计划成功了，现在该是收网的时候了。逆子，你竟敢在猎场派人刺杀未来太子妃！父皇，儿臣冤枉，儿臣冤枉，儿臣从未做过此事。陛下，这是诬陷，是太子殿下和那个公主设局陷害玉儿。设局？刺客的供状在此，他们的口供清清楚楚，是二弟你亲自下令，让他们在猎场劫持青荣公主，意图毁她清白。这是屈打成招。二殿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派去的人此刻正关在天牢里，要不要让他们与你当面对质？朕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因为不公平。凭什么燕恒是太子？他哪里比我强？不过是因为他母亲出身高贵罢了。雪儿，别说了！来人，把这个逆子拖下去，关进宗人府，终生幽禁。不公平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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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玉儿是你亲生的儿子呀！你也回去吧。从今日起，淑贵妃降为淑妃，禁足宫中，无诏不得外出。公主，今日之事让你受惊了。陛下言重了，臣女无碍。恒儿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父皇，儿臣想尽快完婚。好，一步择吉日为太子大婚。终于要走到这一步了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怎么了？谁来的信？大梁来的，父皇驾崩了。什么时候的事3天前，大梁已经乱成一团了，几个皇子在争夺皇位，朝堂上也是一片混乱。他虽然偏心，但毕竟是我的父亲，我恨过他，怨过他，但听到他走了，心里还是……我知道，阿荣，如果你想回大梁奔丧，我陪你去。不必了，大梁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，而且大婚在即，我不能离开。那就不去，等以后有机会，我陪你去祭拜。好。燕行、苏清人，你们害得我儿子被幽禁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娘娘，二殿下已经被关进宗人府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我这些年在宫里是白待的吗？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。娘娘指的是燕恒的母后是怎么死的？你忘了吗？娘娘的意思是，当年的事，如果被燕恒知道真相，他会怎么做？娘娘，那可是灭门的大罪。灭门？我现在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儿子没了，地位没了，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这封信就是燕姨母后临死前留下的，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凶手是谁。既然他们不让我好过，那我就让整个北燕天翻地覆。殿下，公主，大婚定于3日后举行，届时陛下将亲自主持婚礼。好，一切从简，但礼仪不可废。礼部尚书，宾客名单可有定下？回公主，这是初步已定的名单，请公主过目。淑妃也要出席。陛下特意交代，淑妃虽被禁足，但毕竟身份在此，大婚之日还是要出席的。既然父皇有令，那就让他来吧。不过安保工作要加倍，大婚当日不允许有任何差错。殿下放心，臣一定安排妥当。阿荣，紧张吗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不过是一场婚礼罢了。对你来说，或许只是一场婚礼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日子。燕恒，你说过要与我共享这北燕的江山，这句话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，我燕恒从不食言。那就好，因为大婚之后，我要开始布局了。布局什么？布局如何让这北燕的皇帝心甘情愿的将皇位传给一个女子。好，我陪你。今日，朕
为太子燕恒与大梁青荣公主主持大婚，愿你们夫妻恩爱，白头偕老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子燕勋人品贵重，大梁清关公主端庄贤淑，特赐婚配，册封为太子妃，钦此。谢父皇隆恩。笑吧，笑吧，很快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阿荣，你真美。你也是，我的太子殿下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燕恒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我知道。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娘娘，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诛九族？我早就没有九族可诛了。我唯一的儿子被他们关在宗人府，生不如死，我还有什么可失去的？这封信是我最后的筹码。明天，在百官面前，我要让燕恒知道他的母后是怎么死的。娘娘，闭嘴！我已经决定了，要么他们死，要么我死。今日太子妃正式受封，朕希望你能尽心辅佐太子。臣妾谨遵父皇教诲。陛下，臣妾有本要奏。淑妃，今日是太子妃受封之日，有什么事改日再议。改日？恐怕等不到改日了。这封信是先皇后燕恒的生母临终前留下的。淑妃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先皇后根本不是病死的，她是被人毒死的。你说什么？陛下，先皇后是被毒死的，而下毒的人就是你最信任的人，就是你，是你亲手毒死了自己的皇后。你胡说！胡说？那这封信是先皇后亲笔所写，上面清清楚的写着，你在她的汤药里下了慢性毒药，让她一天天衰弱，最终死去。父皇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原来这就是淑妃最后的底牌，燕恒的母后竟然是被自己的丈夫毒死的。这场戏越来越精彩了。红儿，朕当年是被奸人蒙蔽，他们说皇后要谋反，所以你就杀了她，杀了你的结发妻子。父皇，你知道这20年来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一直在找杀害母后的凶手，我以为是淑妃，是二弟，是朝中的某个大臣，我万万没想到，凶手竟然是你！恒儿，朕错了，朕真的错了。燕恒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你的父皇就是个杀妻的禽兽，你还帮他卖命，你还为这个国家卖命。各位大人，你们都看到了，这个皇帝毒杀皇后，昏庸无道，这样的皇帝还配坐在龙椅上吗？淑妃娘娘，你说完了吗？怎么，太子妃要替你的夫君出头？出头谈不上，我只是想问淑妃娘娘一个问题：当年先皇后的汤药是谁负责煎的？又是谁把毒药放进汤药里的？自然是陛下身边的人。不，我查过当年的卷宗，先皇后的汤药一直都是她的心腹宫女亲自煎的。那个宫女在皇后死后第3天就失踪了，而那个宫女其实是淑妃娘娘你安插在皇后身边的眼线。你胡说！胡说！那个宫女现在就在宫外，要不要让她进来与你当面对质？不可能！她明明已经死了，我亲手……你亲手什么？杀了她。父皇，当年的事儿臣已经查清楚了，是先皇后发现了淑妃与外人勾结，意图谋反。淑妃为了灭口，
在汤药中下毒，嫁祸给父皇。父皇虽然有过失，但真正的凶手是淑妃。恒儿，你听到了吗？不是朕杀了你母后啊！儿臣知道了。淑妃毒杀先皇后，陷害皇帝，意图谋反，罪不可赦。来人，将他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叶欢，你不得好死！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都过去了，谢谢你，阿荣。夫妻之间何必言谢？北燕的风暴才刚刚开始，而我苏清荣将以太子妃的身份，一步步走向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。